最后的微笑。36岁的母亲凝视着他那罹患血友病而垂死的儿子，内心充满了深深的爱和悲伤。尽管面对无法抗拒的病痛，他坚定地决定让儿子的生命充满爱和温馨。母亲柔声地问着：罗布尔，你曾经憧憬过长大后要成为什么吗？对于你的人生，有过什么美好的梦想呢？妈咪，我一直梦想住能成为一名消防队员。母亲强忍着泪水，微笑的回答：让我来想办法实现你的梦想吧。当天晚些时候，他亲自前往伊利诺州芝加哥当地的消防队，找到了心地宽大的消防队员鲍勃。他向鲍勃讲述了儿子临终前的愿望，并请求是否能让他坐上一次消防车，感受一下梦寐以求的体验。鲍勃说：我们可以做得更好。如果你能在星期三早上7点带住你的儿子来，我们将让他成为一天的荣誉消防队员。他可以参与队内的活动，和我们一同进餐，并且我们会为他特制一套真正的消防制服，上面带有芝加哥消防队的标志。这一切都是出于对他的尊重和爱。3天后，鲍勃带着罗布尔来到消防队，帮他穿上定制的制服，护送他从医院床边回到消防车上。罗布尔坐在车后，仿佛进入了一个梦幻的世界。那天，芝加哥发生了3起火警，罗布尔每次都全情参与。他体验了不同的消防车辆，还有救护车，甚至消防队长的坐车。他还参与了当地新闻的录影。由于梦想成真以及所有人对他的爱和关怀，罗布尔的心灵得到了抚慰，比医生预料中多活了3个月。有一天晚上，他的生命迹象急剧下降，护士长急忙通知家属前来医院。他想起罗布尔曾经是一名消防队员，于是他也联系了消防队长，希望能有一位穿制服的队员在罗布尔临终前陪伴他。队长回答：我们可以做得更好，我们将在5分钟内赶到。你能帮我一个忙吗？当你听到警笛声响，看到警灯闪烁时，请通知医院，这并非真正的火警，而是消防队前来为他送行。请打开他房间的窗户，谢谢。约5分钟后，一辆消防车抵达医院，将云梯延伸到罗布尔的窗前。14位消防队员和2位女性消防队员攀上云梯，进入罗布尔的房间。在母亲的同意下，他们拥抱着罗布尔，握着他的手，告诉他充满爱的心意。罗布尔在咽下最后一口气前，微笑住看向消防队长：队长，现在我算是真正的消防队员了吗？当然，罗布尔。队长回应。带着这番话语，罗布尔微笑住闭上了眼睛。谢谢观看，请记得订阅、按赞、分享，并留下您的宝贵意见。